你明明是一个部门主管，却同时呢要听3个老板的指令。总经理呢要控成本，市场总监要提报关，运营总监要拿销售。3个人3种方向，你夹在中间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。每次会议回来就像打完一场仗，回到部门没人知道该听谁的。最可怕的是3个老板互相甩锅，最后一句话怎么又没有推进？矛头全指向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身边的管理顾问老方。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，当你遇到多个老板不同调的时候该怎么办？主管如何在多层权力的夹击中间不会被撕裂？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开始。那一家零售企业的运营主管小庄负责活动项目的执行。那这个项目呢，同时由品牌、销售和财务3方来管控。品牌部呢要求调性统一、画面精致；那销售部门呢要求折扣力度大、转化快；财务部则要求成本最低、毛利稳定。那3方意见呢，每天都在吵架。有一次品牌说要大气的广告投放，销售却说呢，那还不如直接发券呢。财务却说发券啊，不批预算。小庄被夹在中间，只笑着说：“让我来协调一下吧。”结果协调来协调去，活动延期，销量下滑。老板一句话：“你这个项目的推进能力呀，太弱了。”其实他不是推进的慢，而是被多头指挥拖垮了节奏。这种情况呢，在很多公司都很常见，尤其是当企业进入了多业务线、多股东和多决策层结构的时候，主管常常成了中间层的受害者。上面是多个权力源，下面是一线团队，所有的压力全部都集中在你这一个节点。那问题来了，为什么在多老板结构下，主管是最容易被撕裂的一个？原因呢有3个。第一，权力归属模糊，谁才是最终拍板的？老板自己都没有想清楚。那你去问总经理说听运营的，运营说听市场的，市场又说老板定。那这种情况下，任何一个人都能给你下指令，但没有人愿意来接结果。第二就是信息口径的不一致，那不同老板关注的指标不一样，一个要数据漂亮，一个要形象高端，一个要利润的稳定。你从哪方面下手都会有。第3个就是节奏的冲突。那多老板结构最大的陷阱不是任务太多，而呢是节奏的不同步。有人追短期的结果，有人做长期的布局，你被夹在中间，就像踩着3条不同节奏的舞点在跳舞。所以很多主管呢，不是因为能力差，而是被系统设计绑架。想要活下来，你得学会一项核心的能力，叫做对齐权力。那什么叫对齐权力呢？简单的说，就是让不同方向的权力在你的节奏上达成彼此一致。你不用去平衡每个老板，而是要找到哪一个节点能让他们暂时同意。那我把这个方法呢叫做权力对齐的3步法则：定主线、分口径、造共识。第一步，定主线，谁的结果是你要优先保障的。那多老板结构里呢，最容易犯的错就是想都满足，最后你发现谁都没哄好，项目还烂尾。聪明的主管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判断谁的指标最接近最终的结果。比如说销售直接关联营收，那就先保销售线；那品牌侧重形象，那就是配合线。你不能一碗水端平，要先显出主线的老板是谁。记住一句话，当资源发生冲突的时候，优先听那个会背锅的人，这才是真正的决策中心。第2步呢，就是分口径，让每个老板都能看到自己的胜利。你要学会泛语言来沟通，比如说品牌要形象，销售要转化，财务要投资回报。那你在汇报的时候就要3种口径，3种说法。对品牌说，活动主视觉强化调性，带动品牌曝光。那对销售要讲，核心转化页更加精准，投资回报有提升。对财务说呢，投放渠道的投资回报提升12%，回收周期会缩短。同一件事情用不同的话说，让所有的领导都觉得自己赢了。那这不是拍马屁，而是让每个权力方都看到自己想看到的结果。所以对齐权力不是讨好权力，而是翻译权力。第3步是造共识。
让他们在你的节奏上拍板。很多主管一被问你打算怎么做，就开始直播。其实你要学会设置选择题，比如说我们有2个方案，一个投入小但见效慢，一个投入低但是见效快。按照目前的目标，我建议优先选第2个方案，你看呢？当老板听到2个方案加1个推荐的时候，他们的思维就被你带进到了你的决策模式。哪怕最后他选择了 A 方案，那也是在你的框架里做的选择。这就叫反向控局的延伸。你不需要说服每个老板，只需要让他们在你的节奏里达成共同拍板。再来讲一个成功的案例。制造集团的品控主管小陆负责质量改进项目，那这个项目涉及到生产、采购、财务3条线，3位老板天天各有使命。刚一开始呢，小陆疲于奔命，一天要汇报3次。后来他换了个打法，不再分别汇报了，而是做一张双方责任表，表上写明每个部门的负责环节、时间节点和审批，每周呢更新1次。老板们发现自己的名字都在上面，也就没有再越界了。1个月后，项目竟然提前完成。3个老板在会议上第一次同步说，这次节奏不错。其实方案没有变，变的是小陆对权力的管理方式。在多个老板结构下，最怕的不是权力不稳，而是你不知道哪一股权力应该先动。那权力的本质呢是焦虑，谁焦虑谁就要控制。那你的任务就是把他们从控制带回到协同。好，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。多个老板不同调，不代表他们在为难你，而是呢，他们代表了不同的目标和焦虑。那作为一个成熟的主管，不是去平衡每个老板，而是呢，让他们在你的节奏上来做暂时统一。那记住呢3个动作：1个定主线，先选方向；2个分口径，换沟通语言；3个造共识，让他们在你的节奏上来拍板。记住这句话，对齐权力不是取悦权力，而是管理权力。你越清楚节奏该归谁，场子就越稳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。在下一期，我们要聊一个更现实、更残酷的博弈。当公司出现新股东、新决策层，原有的权力格局呢开始动摇，主管呢该怎么自保？下期呢，我会告诉你如何看清权力的走向，稳住位置，不会被换血浪潮卷走。我是老范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